Hi everyone， 我是 Juno，wedding photographer from Stand by Three。相信你们也是有看过上一个 episode 里面就有留给我一个问题是，他问我 Is photography important when you have 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set up？如果对我而言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 when 你已经有这样多 deco set up by everything， 就是全部东西很 perfect 很美啊 ，Why not 用 photography 去 seize 那个 moment？ 就是 when 你以后你可以重温，可以回温，20年后、10年后、20年后，你还可以 pass down generation 给你的孩子看，一起看你当时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 every moment 都会被 seize 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我觉得现在 photography 的 trend 是more on nature side， 就是不会要求你去说 stage 很多或者什么这样子，你就要是 enjoy 你的 moment 哦，很自然，不要当 camera 是一个存在这样子。以前跟现在有什么区别 ？From 以前是用 film 拍的，所以它的颜色你不能去 control， 它会偏青、偏紫、偏蓝这样子。然后到了开始，我觉得 digital 时代。然后他们就会要求很自然，就是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的那种亮白自然。我觉得反正现在是已经 emerge into 回到以前的时候，就是色调，就是有一点 film infused 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用 film 嘛，你不能浪费 film 的话，你就是很 naturally 这样子拍那个 moment。我觉得现在有一点像那个时候哦。Pre-wedding 的话，我觉得最少要3个月时间来找我，我们要一起讨论那个你的 preference on venue of shooting， 然后你的 style， 然后服装方面、妆发那些全部我们都会有讨论，所以最好是3个月前，因为也要时间准备啊，买衣服、desk gown 那些之类的。然后如果 actual day 的话，我觉得最好是半年前，因为现在人比较快一点点，就是1年前或者1年半前就会有人订啊。所以也是 depends on 那个 photographer 的 availability， 越早问是越好啊。如果你已经确定你要那个 photographer， 我希望我的 client 找我前就是有一个很确定的方向，就是他是喜欢我，一定要喜欢我这种 style。因为如果你不是喜欢我这种 style， 你只是要找一个人来拍的话，我觉得出来效果我们双方都不会说很满意到哪里去。就是一开始我觉得你一定要be fond of 我的 style， 然后可以绝对相信我。我觉得最重要是要相信我。什么样的 style 才应该要也准备好？就是我们要去看比赛跟大饼学生那些，要知道说他们到底要准备的东西是什么。很多 customer 会看 Pinterest 或 Instagram 找一些 inspiration for 他们的 wedding，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吧。我觉得不要太过于去追求太多东西 ，rather than enjoy 自己 moment， 你会很在意很多细节，比如说我的裙要多美，我的东西要多美，什么这样，对不对？你以后看回去的时候，你最重要还是那个 moment 嘛。所以我觉得你选你自己 comfortable 的，然后不要太过于去追求很夸张很多东西的那种。高尽量不要找到太 statement， 不要太捧那种，就是不要太阔那种。因为第一是我觉得你的另一半就是他没有办法站在你旁边很靠近，也不能做很多 intimate 的那种 pose 啊。如果说要求你要跑或者要走什么这样，你会一直想要提着裙跟看着地上而已，因为你会一直觉得很辛苦，就是很多 pose 是很 limited 的。Pre-wedding 跟 actual photography 差很远，在于 pre-wedding 是你可以 let's say 你这个动作 fail， 你可以一直重来。But 我觉得如果 actual day 的话，就是过了就是没有了。你会怎样去导让他们去把他们说好整个工作室 Before that 我会跟他们 meeting 或者是坐下来喝咖啡吃东西，就是他们也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过后就场面没有这样 awkward， 过后到了可能2个月后、3个月后开始拍的时候，就会我觉得他们做的比较自然点了。然后通常我是会讲说，我会给他们一个 certain 的一个 scene， 就比如说，我们拍 casual 在厨房里面，就是他们会准备 salad bowl 啊那些全部这样的东西，就是我叫他们直接真的是做 salad， 就是一个过程啊，我就会一直拍哦。然后 rather than 你一直 pose 在那边 stay 在那边没有动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会更自然，就是它的
真情流露那些全部也是最真的。要了解我的目的，就是因为要 let's say 知道我会是怎么样烧，或者是我怎样 carry on 那个整个 photoshoot， 就是让他们自己有心理准备，然后他们自己也有思想准备，然后就不会这样 awkward 咯。我如果看过我照片的人，我通常都会喜欢一些比较我觉得不规律一点吧，就是不要太 ordinary 的 pose。But ordinary pose of course 我会拍给你，就比如说你穿高那种很 formal 的，我会拍几个。But 我会比较注重说是你们自己的 bonding， 就是那些我叫你们做一个动作嘛，或者是我叫你们一起在海边玩，我要你们真的是去玩，就是不要是为了说哦 camera 拍到我这个角度不美还是什么这样子，就是你也真的是要去玩，然后你要相信你的 photographer 他会帮你做一个最好的角度。通常如果我遇到 awkward 的情况，或者是比较 camera shy 一点的 couple 的话，我通常还是会跟他们讲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吧，就是新郎你的肚子有点大，就是缩一下还是什么啊，他们就会大笑，就是 from 那个 burst out 的 laughter 的话，那个过程我就会一直去拍，就是那个最自然之后。虽然我讲说你不要对 camera 这样 sensitive， 就是不要 whenever camera 靠近你就去看。But 我所谓的不 sensitive 不是说那种不 sensitive 到你可能驼背啊没有笑容在那边做东西，就是你要 thoroughly 的 enjoy 你的 moment， 就是你要一直保持笑容。我觉得唯一一个对他们最大的考验，我会 suggest 就是从一开始早上笑到晚上就对了，一直笑。我会收到很多的 enquiry 是问我说一个 photographer 跟两个 photographer 的之间的 difference。我通常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一个的话 ，of course 你的 angle 比较 limited， 比如说你RM ceremony。when 他 kiss 你，或者是他给你戒指，或者他掀开头纱的时候，如果你一个 photographer， 他就只能拍一个比较平面一点的。然后如果有两个的话，另外一个可能他会用就是比较 close up 的 shot 去拍你的表情、你的 reaction， 你会知道你当时的感受那种。Okay, so that's all for today. 然后下一个 episode 会是 cinematography。然后我的问题 for 下一集的 cinematographer 是。你会讲去 justify differences between photography 跟 cinematography 或者 videography， 因为两个都是 record moment 嘛，然后你会讲去 justify 它之间的 differences。Hi everyone， 我是 Juno from Wedding Sorry， 来过。应该拍过。还是如果这个。